我这垫的比较高，因为要拍到西服的脸。好，你觉得难受吗？这样我还行吧。你可以往前点。我还是往侧面一点好。嗯，那你就得说话的时候就往里看看。好，好吧。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嗯，好的，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Arts Emerson 在线电影放映《时光机》的主创座谈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曲月明。今天的对谈由波士顿地区戏剧公司 Arts Emerson、Tron Stage、波士顿亚美电影节和波士顿台湾影展联合呈现。那首先想和观众解释一下，由于一些临时的特殊情况，马兰老师今天没办法前来参加我们的对谈，但是我们仍旧非常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纪录片《时光机》导演兼制作人姜松长、孙杨老师，以及特别邀请到装置木偶舞台剧《爸爸的时光机》美术指导和剧团经理孙浩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三位。谢谢谢谢。嗯，谢谢 Alison。大家好，好，我是孙那杨，然后这位是孙浩。欢迎各位老师。他们两位不是兄弟哦。对，我们很偶然的同一个姓。对的，不是兄弟。那么今天的对谈我们正在提供英文的同声传译，所以请各位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按钮，选择您需要的语言频道。那与此同时，如果您有想要向几位嘉宾提出的问题，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问答按钮，发送您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在最后的环节进行一个简短的观众问答。然后此时此刻在国内是早上8点半，然后这个周末让各位老师起得这么早，真的特别辛苦。那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没事。谢谢。首先呢，我今天特别想要恭喜各位老师，《时光机》这部电影在全世界的各地的电影节都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包括这个《纽约时报》、英国《卫报》等等，都获得了特别好的口碑。那我相信，不光是对于电影的主创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认可，那《爸爸的时光机》这部舞台剧也因此聚集了全世界的瞩目。那请问各位老师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六，你先讲吧。我就先讲。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不是说是我们自己拍的片子，不是我们有参与这个项目才会讲这个话的，就是我一直就是非常受到马郎的故事受到很大的感动也非常非常欣赏爸爸的时光机的这个作品现在有机会能把这个片子跟这个作品介绍给全世界的观众是一个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太好了，太好了。那请问孙杨和孙浩老师呢？孙浩老师，你觉得呢？你开心吗？很高兴的，因为这个戏也是老大的一个马良老师的一个心血，花了很长时间来做。然后艺术家的作品嘛，就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嘛。那么可能戏剧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受到时间空间的这个局限。那么像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对的，把它的故事可以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就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遍这个片子嘛，然后就完整的看了一遍，然后时间也过了很长了，我就特别回忆到那段时间里，就是我们就陪着马良经历过那一段过程，然后现在看片子都已经成为回忆了，大概是2年多前的时光了，我就很怀念，就像 Leo 说的，就我们真的经历过这个故事，然后这个可能在人生中也从来再也不会再有了，然后它变成了回忆，然后就在那儿珍藏着，然后如果这个回忆还能结更大的果子，想让更多人看到，那是太大的荣幸了。
嗯嗯，那这部片子它的存在本身也像一个时光机、一个盒子一样的存在，然后现在它像是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世界各地，对吧？嗯对的，那《时光机》这部纪录片，它跟随舞台剧《爸爸的时光机》，记录下了他从一开始，从一个设想到最终诞生的旅程。那想问各位老师，最开始是怎么来到这个项目中的，或者是决定着手跟拍这个项目的？当初在这部戏还是一个愿景的时候，怎么想到要拍成一部电影的？嗯，这个我就讲了，就是我一个朋友就跟我有一天跟我聊天然后就说你认识马良吗？我说我认识啊，我就上大学的时候学过啊。这个我学摄影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必教的马良老师的作品，就是观念摄影。然后他就说我给你讲个他的故事吧，然后他就讲了那个游泳池的故事。嗯然后呢，这个游泳池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嗯因为所以就是其实你看啊，在片子里，如果看过片子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开始是游泳池的故事，我们结尾也是游泳池的故事，就它像是一段旅程。就我们所有人开始，马良其实他做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游泳池的故事，而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是因为我们听到游泳池的故事很感动，那就是这所有人的旅程的开始。然后，其实我们在片子里就想说的是，这也是一段旅程的结束，就是我们游完一圈回来了。对，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太棒了，这就是我在找的故事。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找马良，就当时也不认识他，我就说我能不能拍你和你爸爸的纪录片啊？嗯然后马良说可以啊，没事，就是伙食自己解决一下就行了，别老蹭饭啊。我们这个剧团那个费用也不多啊，结果就是事与愿违，我就每天在蹭饭啊。然后呢，就这么拍，然后拍到了大概半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只身一人嘛，然后就去到台湾的 CCDF，然后去做 pitch，然后那时候就 Leo 就在那等着我了，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啊。然后他就看了就很喜欢这个故事，嗯然后我们俩就一拍即合，就一起做这个故事，然后做了剩下的4年。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孙浩在笑，就是说，不是说要叫孙杨自己做伙食嘛，可是变成那种赖着不走的孩子，好几年都吃他们的，喝他们的，睡他们的。对对对，经常纪录片导演嘛，要拍东西，来，你讲，那江峰常老师是怎么来到这个项目中的呢？呃，我当初是就是看到孙杨把那个他那个时候拍摄大概是4、5个月吧，还是4、5个月左右，他带来的那个3分钟的片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们的监制就是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也是华裔美国人的那个Gene Chen 钱老师，钱孝生钱老师。我们两个就是同时被孙杨的提案感动的非常非常，就是有点震撼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同时想要跟他讨论参与的事情。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当他的制作人但是我们就是在创作继续一直往前走，我们了解，因为我跟马良是同一辈我对马良的那个心情，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共鸣吧，就是跟孙杨跟马良关系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之前就决定说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起合作讲这个故事，因为应该还可以为这个故事带来一个有趣的特别的一个新的层次对，所以我们就从2015年开始合作。15年开始到现在有5年的时间了，哇！对，我们是18年片子结束的，19年在纽约 Tribeca 影展首映那边也得了个奖然后就是这1年半
有机会把这个片子带到全世界，大概是60、70几个影展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那孙浩老师，我前面听您叫马兰老师叫老大，那您是怎么来到这个项目中的呢？我以前也是学摄影的，上大学的时候，嗯然后后来工作嘛，就在影像啊、影视啊这个领域里面工作。那么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看他的作品，那个时候很好奇，想，哎呀，这个怎么有艺术家的这个想法这么丰富，照片拍的那么好，就很想去找他。但那个时候呢，刚上学的时候很多东西不会，然后怎么去找他也不知道，就没有去走这一步。然后直到10年后，有一天我接了一部这个片子，它里面有一个叫时光机的一个道具，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参考，想找一个时光机的参考，然后正好找到马良老师的微博，当时发说，我在做一个时光机的戏，然后呢，我现在缺一个美术指导。当时他发这个微博只发出来刚刚半个小时，那天我在上海街头在走嘛，我本来是出去办事情，然后突然收到这个信息，然后我就在马路边上坐下来，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像10年之后突然发现一个命运的一个很巧合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当年那么崇拜他，然后突然感觉今天有机会，好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自己也沉淀了一些东西之后，觉得好像有机会可以跟他也许试着工作一下这样，然后就给他回了一个私信，然后没想到很快10分钟之后就得到回复了，然后下午就约了，就去他工作室谈了。看来真的很需要人啊。对，当时很好玩，当时马良老师跟我们说我们这个创作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而且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来跟我们一起创作的话，最起码至少要做1年，如果1年不到你要离开的话，要赔钱，至少要赔个20万。没有签约吧你？这是什么组织的？没有签约，其实就是因为艺术家团队嘛，大家个性比较强，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由散漫一点，或者是随性一点。但是这个作品它其实是个长期作品，是要把你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一起往前推进这样。所以的话，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在扑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你中途有别的事情的话，可能就团队一下子就会缺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在之前有一次看马兰老师另外一个视频采访的时候，我听到马兰老师说，他遗传了他父亲在管理团队和管理一个剧组上非常严肃、一板一眼的这一点。然后从您这个故事里，我也非常能感受到这个马兰老师的这个气质。其实马良老师平常跟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我们那个时候最早建组的时候，每天晚上一般大家会一起吃饭，中午的时候，然后孙杨呢就会在旁边一起蹭饭，然后他总能得到很多奇怪的情报，就今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会知道，他会提前跑过来就开始拍了。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呢，马良老师吃完饭都会给我们讲一些他的艺术上的想法、理想啊、故事啊什么的，大家就天天接受这样的熏陶，然后大家就很和睦啊。在一起工作，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今天孙杨老师和孙浩老师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和我们进行连线，是在电影中出现过的，艺术家马良的木偶和道具制作工厂，对吗？那2位老师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工作室中都有哪些特别的装置，或者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道具呢？我现在一直盯着您身后的木偶看，我已经完全被吸进去了。对，那我们先说那个这位那个好，这位叔叔。叔叔，他就是戏里的中年的爸爸中年的爸爸，然后就是现在不在舞台光的情况之下，然后因为长时间闲着，可能
上面有一些灰尘。对，他们这个戏的这一套木偶，哎呀，也是很久没有再出演过了。哎，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细节，还有这个关节都非常非常的精密。从电影中看过，然后在现在算是现场亲临一下，他的神态真的特别的震撼。哇！对的，就是还没有人操作，有人操作的这就更好玩了。它只能是现在一个静态的展示。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后面那个一直盯着咱们看的那个啊。然后呢，咱们俩能弄吗？啊，咱们俩能弄吗？我就稍微动一下吧。好，我介绍一下。好，我介绍一下吗？行，可以。不是，你要动哪个？不是，但是声音你走的话就没事，还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得到。介绍完了，我们俩去动一动。我们可以听得到，没问题。在时光机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这个木偶的经验嘛，就制偶的经验。然后我们这个也不是那种传统木偶，它其实是一种泛木偶的一种东西，就是它结合了装置结合了可能一些特殊的道具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去进行制作。那么马亮老师觉得在舞台上面偶跟观众的距离其实很远，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可惜。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他喜欢把东西做得很极致，很多的皮啊、木头啊、海绵啊、藤条啊，它有很多这种细节上的设计，但是在舞台上有的时候会看不见。所以的话，在时光机之后，他开始想做更大的偶，然后又想到另外一个关于人类孤独感的一些情感上的故事，所以我们讲讲它的名字很好啊，对。那么这个3.5米高的巨型木偶呢，叫西西弗，西是那个嘻嘻哈哈的西，福是福气的福，就是一个比较中文化、比较开朗的一个名字。但是它的来源是西西弗斯，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悲剧型的人物，他一辈子在推这个球。那么马亮老师觉得他的那种这种不惧生活这种魔力啊，一直努力，一直不断重复向前的精神是很棒的。但是就是他的命运有点惨，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化比较开心的名字，叫西西弗，希望他这个开心一点。所以他是一个巡游木偶，他可以在公共空间、在街道、在商场里面跟观众近距离的去接触互动。太妙了。我简单操作一下，好的。对，这个木偶是马良。对，这个是一个2个人操作的木偶，一个人在他的身体的内部操作他的整个的头部、眼睛、嘴巴这些器官，包括双脚，还有一个演员会在他的后面操作他的双手。然后一个成年男性的负重大概在50斤左右。这里比较小，我就不走动了。好。哇，他的眼睛。对。哇，太神奇了。天哪！因为西西弗一直在外面参加这种巡游的演出，所以他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其实现在身上很多零件啊、关节啊，他的嘴现在是损坏状态，所以嘴巴的张合还没有修好。这样子。哇，前面因为这个镜头的原因，他在后面我没感觉到他有这么大。然后你二位走过去了之后，我发现哇，他真的是顶天立地的感觉。是的，你看他就是这个身高是多高？顶头了。他就是嫌高，他就把头歪了下来，然后就是怕顶到头。我们曾经想做6米高。后来发现房顶也就4米多，所以没地儿搁了，先做了个小的。我从这里都可以感受到，就是前面您操作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开始眨动，然后包括这嘴、面部、头开始运动的时候，他的那个神态一下就活灵活现起来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观感。所以木偶一操控起来，
然后他就很棒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年爸爸，然后操控起来，你看在影片里看到了，也是很酷。嗯嗯嗯。那孙浩老师，您之前说您参与过很多部木偶剧和道具的设计，包括这个像百老汇音乐剧中文版的《疯狂花店》、《巨人之岛》等等。那么，《爸爸的时光机》这部剧对于您来说，相比起来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方面的挑战，或者是全新的设想呢？事实上在时光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木偶。哦。那么那时候找马洋老师本来也觉得是去参与摄影项目，摄影创作，没想到是参与一个舞台项目，而且是木偶项目，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很陌生。那马良老师一开始在做木偶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就是在边学边做，他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特别善于这个总结经验的人。所以时光机的木偶，他从能够好看，然后能下地能操作，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大概花了大半年，当时花了大半年时间才刚刚完成一个好看的木偶，但是不能操作，比如说重，或者是关节不灵活等等，然后容易坏等等这些问题，或者是动作很别扭，然后又花了将近1年时间慢慢去调教它，然后大家一边操作，因为演员很早进组了嘛，一边操作一边训练，才把这个偶调的比较有意思，比较棒啊。然后嘛，因为我帮马亮老师管理后面就是管理整个制作部门，所以我们觉得除了演出之外，如果在制偶这件事情上，因为马亮老师也喜欢做东西嘛，美术风格上的这些效果，所以其实制偶也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去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后来才会接触到国内一些其他的这些偶剧的一些项目。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常规的戏剧项目的话，不会有这么长时间。能像时光机这样创作这么长时间的，简直是太难得了啊！所以非常高兴。因为它的名字叫时光机，所以它时间很长。对。好，明白了。哇，那太感谢。其实你看这个偶，就这个大木偶，然后它有30公斤重，然后他一个人要扛着它，就是承受30公斤的重量，所以木偶真的不能重，然后要不就是很难操作。所以其实你看很多的零件就是必须得选越轻越好，但是也要保证它的坚固度，还有各方面，所以不能太贵。对，是的，真的。然后还要做，比如说这个大木偶，还有小木偶，每个都做了2套备份，就是每一个偶有3个一模一样的偶，都是做的这么细致。当时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做偶。哇，这份心血真的是，我自己在本科的戏剧学习中，我本科是学戏剧嘛，然后有非常短暂的接触过这个木偶戏的表演跟制作，是我们必修的课程之一。那，对的。不过当时我尝试的内容特别的简单，当时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用垃圾袋、拖鞋和衣架做了一个大鸟教小鸟飞翔的这样的故事。当时我第一次试演的时候被老师批评了，老师说你和你的木偶没有融为一体，我看不到你的情绪带领他。然后我在观看《时光机》这部电影的时候，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每一次木偶出现的时候，他都像一个孩子一样，会有人真正的带领他去回应一个场景的这个情绪。那各位觉得，让机械真正的行走起来，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个最重要的元素，或者是可以说它的灵魂是什么？交给你先说。我也不是操偶专业的，然后借这个项目跟很多就是有些木偶演员，有些是舞台剧演员或者是肢体剧演员，跟他们去交流啊，包括马洋老师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里面有技巧性的东西，也有这个信念上的东西，所以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戏里面4个不同的木偶角色，那么他的操作演员是固定的，这是这个戏的一个长板，也是一个短板啊。最长板的地方在于演员他始终是能够带入这个角色，他一直在练习这个角色，他不管是在技术上面，就技术点上面，还是在情感的这个上面，都可以去跟这个偶建立这个联系。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法来去跟这个偶来去表达，能把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把他自己的情感能够通过偶的形式来去传达。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训练能够达到的，才能达到的一个方式。时光机的偶的演员其实前前后后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在慢慢的练习，因为他们是跟着这个剧本的这个成熟一起成长，一起成熟。所以真的是花很长时间训练才行。因为其实你知道，在中国只有上海戏剧学院有木偶戏专业，所以说你的学校教木偶这件事还挺好的。所以其实我时光机的演员啊，我觉得就是80%都是这个专业来的学生或者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们本身很专业。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我当时采访演员的时候，我问小木偶的2位女孩操作演员，我说你们操作小木偶的时候是怎么带入的？就是，你是把自己的童年放到他就是身体里吗？他们说我们不带入我们自己，他就是他，我们从不带入我们自己，就是他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人，他有自己的性格，他该有什么性格，然后他如果有这段回忆了，他要该什么反应，所有的即兴的东西都是他直接赋予这个角色了，而不是说我把我的人生经验放到他的身体里，他们都不会这么想，对，他们就直接是我培养一个小孩，培养一个孩子那样慢慢培养，他们每天会学东西，会变得成熟，学会一些东西，他就慢慢在成长，然后木偶做出来到表演这么多年，这小孩就不停的在成长，不停的在变化。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是很有效的吧，比起就是我们去，木偶演员是强制的去做一些木偶演员想干的事儿啊，其实木偶自己才想干的，他就是让演员帮忙啊，你帮个忙动一下我的手什么的，这种是有点悬哈，但是很好玩的一个方式。那江松长老师在您的经验和见证中，您观察到的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吗？你说木偶吗？还是？对了。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拍摄到有看到无数的木偶跟观众的互动明明就是后面有2个人大人很明显就是靠观众不到1米，可是观众的那个眼睛跟互动的对象就是木偶，都完全不会跟操作木偶的演员们有一些互动的状况，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状况，就是大家觉得这木偶就是人，他们想要接触到，他们想要互动的是木偶尤其是那个小木偶，那个马库吉小木偶，真的就是很讨人喜欢，然后这个非常有趣，因为演员还是声音是从演员说出来的嘛可是真的是观众完全都没有注意到的这个事情，就是一直针对着小木偶。哇，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有一台时光机的话，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时光能够倒流到15年和17年，然后我能够去现场看一场《爸爸的时光机》的演出。那几位老师回忆起当时的这个现场的状况，觉得演出效果如何？觉得观众感受到咱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了吗？我其实，在15年到17年的每一场我都看的，我都在台前或者是幕后。那么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有一个戏剧的残酷性在这里，就是每一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比如这场的时候，
气氛特别好，特别强烈。那么下一场，比如说因为观众的这个变化，观众的情绪的反馈的变化，或者是演员的状态的变化，它会影响这个偶。跟人演的戏比起来，偶的这种反馈会更加明显，会感觉到，因为偶的很多表现可能更细微，稍微有一点的，就是放慢一下，慢慢来，不用紧张。我有那么几场演员发挥特别好，然后观众的反馈也特别热烈的时候，真的就是全场的情绪是带着走的啊！我在侧台看的都感觉到就是热泪盈眶，因为某些点做得非常到位，就是大家的情绪和能量都爆发得非常饱满。但是并不是每一场都这样，所以有的场次就观众反应会特别好，有的场次我会觉得差那么一点，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戏剧的残酷性，但很有意思。每次看到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对的。就我的感觉了，最大的感觉。六，你说吧。哎，我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表演，就是在北京的。你也看到了现场，然后你说说你的感受。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就像说的一样吧，就是戏剧是一种跟电影完全不一样，因为电影是把一段故事把生命间的某一个瞬间就是冷冻起来，你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保存就是那一个瞬间的状况。可是戏剧是每一次出来的跟观众交往，可以这么说吧。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天每一个晚上出现的状况应该是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戏剧的好处，可是也是戏剧的残忍。我觉得我们的片子就也算是这个戏剧的一部分吧，就是戏剧的一个下一步，我们能把马良跟孙浩跟他们团队创作的这个微妙的木偶能拍摄下来，就是拍摄成那种反而在戏剧院里面看不到的那些细节。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满足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作品也能帮助马良的这个大创作走得更深入的一步。那孙杨老师呢？我要说这个，怎么讲？就是比如说我看现场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段时间会去拍观众的反应，然后我就会看他们的反应，然后这个也比较好玩啊。就是因为这戏里表现的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情绪，就是他会就是有些人我看到他们就是一直好像不忍心去看，然后有些人就是前倾着，然后就是紧皱着眉头攥着拳头，然后就这样就是那个，然后每个人都就是揪着心的在看这个，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好像就是比较惧怕这种形式，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戏出来的时候，这个受众呢就是普通的戏剧观众，就是没有人演过这种东西啊，所以其实他们在演的时候也要接受一个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说其实孙浩所说的，其实也会有冷场的现象，是吧？大家看的时候就是没有给回馈，比如说某个点没看懂，然后他就冷场了，然后这个东西就很遗憾吧，因为这个戏还是需要看懂，还是需要很多这个情感上的支持的。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些回忆是很想坐着时光机去找回的，包括你有一些亲人是你很爱他们的。然后他们也是处在这样一个状况中，老去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情感的带入特别重要啊。在看这部戏的时候，他就会
紧紧的抓住你。嗯所以其实都很有挑战的，我觉得放这部戏的时候，嗯，现场确实很震撼的。哎呀，一说都是回忆。真的都是回忆。那前面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江松长老师和孙杨老师提到的一个特别好的点，我非常喜欢，就是说这个纪录片的镜头几乎是像是把一些制作过程中的瞬间或者是观众的反应把它冻住了。那这个电影素材涉及到了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包括这个跟拍两位老艺术家马良的父母的一部分生活，包括来到这个家庭中拍摄，在父子的工作场合都有过拍摄。那想听听两位导演的想法，然后也欢迎孙浩老师作为被拍摄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在真实的生活中里去慢慢挖掘素材，有没有遇到过困难的地方？怎么去和拍摄者、被拍摄者沟通，获取最真实的内容呢？那六，我就先讲吧。好，呃，其实我先说一个别的哈，就是其实我们拍这部戏啊，然后拍到了很多东西嘛，然后拍到了很多就是很生动的人，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想拍的是艺术和人的人生的交织，是怎样交织的，然后呃我们在上个周，然后就发现了，就是我们做另外一个访谈，然后当时马良在，然后呢我们小木偶也在，然后呢马良的孩子登登也在，嗯然后呢登登其实没见过小木偶，然后当他见到小木偶的时候，他就特别开心的去抱住他，还跟他玩，然后就亲他，然后那个瞬间我和 Leo 都会感觉到，呃，就是你看就是那个马良就介绍说这是登登的哥哥马古吉，嗯然后你在那一瞬间你会真正感受到艺术和人生是交织在一起了。对，可能在我们拍摄的任何一个瞬间，它都没有那么完美的交织，但是等就是看到登登和小马古吉像两个伙伴一样在那玩然后像真正的哥哥和妹妹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真正艺术和人生是在一起了。然后对，我们记录了整部戏，然后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在这3、4年的成长吧，包括孙浩，当然还有马良，还有他的父母，还有每个演员啊，都是都是希望在讲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艺术和人生是怎样互相影响的。嗯太棒了，太棒了。嗯，对，然后就是跟他们相处啊，就是那个马良的父母人特别好，然后很慈祥，超级慈祥，然后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像跟我的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一起一样，他们总会非常盛情的招待我，就是每次我去拍摄，然后都会做一大桌子吃的，好吃的，然后呢，我也特别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就我宁肯到他们家里，我不把相机拿出来，我也喜欢跟他们待着。然后呢，他们也是老艺术家，然后特别有趣，然后也从来不惧怕你的镜头，然后我每次就是拍得很近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的自然。然后呢，但是在马良呢，他就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个艺术家，然后而且他是处女座，他不喜欢他的创作过程里有任何的不定因素，而我就是那个我在拍摄的时候就是那个最大的不定因素，所以他很烦我他经常就是对我发脾气，然后呢，对，但是我非常理解这个状况，就是一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刺痛他的，我最想拍的东西其实是最刺痛他的东西，这是一种很残酷的那个，就是他爸爸的病，然后我要拍他啊，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想？你什么感受？现在是什么感受？那其实是最刺痛他的，他肯定会躲起来。对，所以说我就会慢慢处理这个和马良的这个距离，拍摄的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就一直在处理。然后呢，我觉得 Leo 就很好，然后他跟马良就是
马良就觉得 Leo 很好，然后他们是同龄人，然后又互相理解。马良一直觉得我是个小屁孩儿，然后那我就是小屁孩儿，我就是渐渐的小屁孩儿，他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笑的存在。然后我就正好运用这种让他放松警惕，然后去拍到的类似的然后马良经常跟我说 Leo 是多成熟的一个那个，然后处事不惊什么的。然后Leo 你讲说我很老，是不是？不是，就是你表现出的那种魅力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观察到马良跟孙杨的互动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马良跟天意很喜欢取笑孙杨，我觉得就是逗他吧，因为就是那种逗一个很喜欢的小弟，或者是就是那种状况，我觉得他们关系已经就是很好很亲密了应该是都当成一家人的关系吧，现在。确实是，我们这片子，我们所有的拍摄的人，我和 Leo，然后都会陪伴马良经历了那段时光，是他人生比较集中的一段时光，做东西，然后面临爸爸的老去，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然后面临孩子的出生，然后他要转型，从儿子变成父亲，然后他又创作的非常的热火朝天啊。那几年3、4年的时光里，他应该，我用燃烧来形容，他燃烧了很多的这个生命，就是可能比如说在30到40岁之间，可能没有那么丰富和集中，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跟他经历了特别多，所以这种情感是自然而然就有了，就现在关系很好。懂了，懂了，太好了。那像拍完电影之后，有了这个旅程之后，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那说到这个，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下面有很多特别热心的观众提了很多问题，我们就简短的先看一下观众们的问题。有一位朋友非常好奇，想请问，各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马良父母最近的近况，他们怎么样了？我我昨天刚去看过他们，然后呢，其实离拍摄片子过了2年了，然后那个马良的父亲呢，他的这个状况会恶化了一点，然后马良跟我说他爸爸已经记不起他是他儿子了，马良是他儿子了，所以马良需要每次做自我介绍，然后其实介绍完爸爸也不记得，然后爸爸就是总是叫他大个儿，这个大个儿，大个儿，这个大个那个的，就是因为马良也长得也很大，然后呢，确实是，然后我跟父亲的接触，他也是确实有感觉到有恶化不少，但是你不得不说，父亲90多了，然后他身体特别好，但是就是这个头脑不清楚，意识很模糊，然后这也是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最悲痛的一点，就是爸爸如果不是这个阿兹海默症，还是一个特别就身体特别健康，然后又特别幽默、特别有能量的一个老人，然后是有慈祥，但是就是他身体很好，但是他脑子里的意识就慢慢的变少了，这个很难过。然后妈妈呢就是非常好，然后每天这个生龙活虎的，然后身体也棒，然后什么都爱吃，然后就是疫情这段时间他们没出去，他们就憋得很厉害，然后就每天想出去旅游的那种。太好了，听到几位老人这个身体都非常健康，我们的观众们心都放了下来。这是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就非常想要知道的一点，想知道2位老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那除此之外，时间关系，我们在最后回答观众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时光机》这部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成功。那请问制作团队是否有意愿想要把这个《爸爸的时光机》这部舞台剧再在任何地方，或者比如在国内、在国外再演出、再排演呢？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嗯，这个那就我说吧，就是可能会有哈，然后因为但是其实这个《爸爸时光机》整个的团队已经是变成全新的了，包括演员，还有包括制作方，包括戏剧的那个就整个管理的方都变成全新的了，然后其实呢，呃。就是希望他们也有这类就是能有更多的演出吧。然后呢，其实怎么讲，跟他怎么讲，他们的计划，我们也不太清楚，包括孙浩也不在那个团队里，但是这个剧团是还在存在，还在演，所以说，呃，可能会看得到的，反正就持续关注爸爸的时光机吧。对。如果人家对这个戏剧有兴趣的话，可以拉个线连接一下吧，就是介绍一下，有可能吗？应该可以。好的，这个像进入这个剧目的制作，或者包括像给戏剧这样的形式牵线搭桥，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内了。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自己本人出于对这个戏、这个电影、这个团队深深的喜爱，我一定会去牵线搭这个桥。那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的问答就先到这里。然后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让我们云浏览了木偶制作的工坊，然后见到了两位木偶好朋友，然后更谢谢各位老师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以自己不同的艺术语言，不管是镜头的语言，还是这个美术设计的语言，带给我们这个集奇幻、温情、时间和回忆于一体的故事，让我们身在自己的小屋里，也能见证这个动人的旅程。那么电影《时光机》一直到22号都可以通过 Arts Emerson 的官方网站在线观看。今天的对谈未来也将会以字幕版和文字形式放送给更多的观众。我们希望三位老师的艺术旅程越来越丰富多彩，也真心的希望《时光机》和《爸爸的时光机》这部戏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走进更多人心中，让爸爸的时光机永远旋转不停，陪着小木偶长大。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也欢迎各位关注时光机电影的下一站 Arts Emerson 或者 Transtage 后续的在线项目。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姜松长、孙杨和孙浩老师今天的到来。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各位，拜拜。